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讲科技蓝最新制作的脚本工具越来越强大了。这一个星期，科技蓝又更新了超多内容，改进了一些用户体验上的东西，让这个脚本变得越来越好用，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使用。你先安装一个 CUL， 它是一个下载工具，然后我们才能去下载科技蓝的脚本。OK， 那这个脚本呢 ，CentOS、乌班图、Debian 都是可以使用的啊，3个主流的系统都已经全面的支持了。乌班图、Debian 他们默认初始的时候，这个 CUL 是不装的，但是我们的 CentOS 就是这块带一个括号，然后井号的这个，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 CentOS。那它是自带 CUL 的，所以它直接运行这个命令。那我们现在的版本已经来到了 1.5.2 啊，这个版本我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更新。如果大家要了解我更新了什么内容的话，这边可以看到有个00，我们点击00，然后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更新内容啊。最顶上的是最新的，初期的话可能迭代的速度会比较快，那往后的话会慢慢趋于稳定。OK， 只运行这个，它只会调你本机的。那调本机的话，就不会实时更新。想用最新的，那就整行命令。当然呢，还有小伙伴说，哎，你这个我回整行复制会很烦的。我想快速的用快捷键直接唤醒，使用最新版本怎么操作？我这边给大家开放了一个功能，这边有一个13啊，系统工具，我们选择13进去看一下。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设置脚本快捷键，让科技蓝的这个脚本呢通过快捷键去唤醒。那我们选择1。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去设置你想用的任何的快捷键，可以是单词啊，也可以是一个字母。好，我们设定为 Q 为唤醒的一个按键，我一般喜欢使用 K。那我们试一下 Q 行不行？那我们回车，这样就已经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呢，好，我们重新连接一下终端。这时候我们在按 Q 的时候呢，OK， 它就自动的下载最新的脚本，并且运行。这个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方法。我们再按一下0，再按一下 Q， 好，又进来了，就是一键的了，不需要大家再用这个长命令了。我们看啊，有一些 AWS、AZ 的机器呢，他们下载官网的时候会出现乱码，我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些我目前没找到具体原因，可能是机型适配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呢怎么解决也是非常好解决的。我们使用 GitHub 版，这2个版本我是同步更新的，输入一下这个，因为都是最新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就可以运行了。运行了同理呢，那我们13.1给它设定一个 K， 那以后你就可以输入一个 K， 就可以唤醒我们这个脚本了。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系统信息，它更加美观了我把它们都分门别类了，不会像 1.0 的那个版本会聚在一起，并且我增加了 Linux 版本开机到现在的总接收流量和发送流量。这个是我一直想加的。然后这块呢会显示你当前的网络拥堵算法，我们的 BBR 你都可以在这边去看到。然后下面多了2个参数一个是你当前 VPS 所在的区域，还有你当前 VPS 的系统时间。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CentOS 我现在用的 CentOS 7.9 的这个版本，当然它的内核版本是非常低的，只有 3.10。所有的现在都是智能判断的包括系统更新，包括系统清理，它都会根据你的系统采用什么样的命令。那我们看一下变化最大的几个点，首先就是 Docker 我们可以看一下6。2是查看我们 Docker 全局的情况。那我这边追加了一个 Docker 卷，如果有 Docker 卷的小伙伴呢，他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不需要大家再去安装我们的 Docker 网页的面板这边的处理是非常方便的，非常优雅的。我们点击看一下3，那我们会首先把容器罗列出来，我想禁用所有容器，那我们选择7，就把它们全部停止了。停止完以后呢，它就实时的给你重新罗列非常方便。如果你说我想只启动我们的 Nginx 和 PHP， 你复制一下它们的名字，那我们这边呢选择2，把它们启动起来，前头加个空格，那我们启动这3个，回车，这3个就启动了，全部启动了。那我们选择6，它就会全部帮你又重新启动了
我们当前可以进入 Redis 的容器，你复制 Redis 的这个，然后我们选择11。好，这时候你输入容器名称，我们就进入到 Redis 这个容器了我们可以在容器内部进行一些操作。PHP 我想看一下它的日志我们12，选择12，回车，右键 PHP 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PHP 相关的一些日志。如果你觉得这些容器你都不想要了，你这边直接全部删掉确定一下它是要你确认一下的。OK， 你所有容器全没了，还有这些镜像这些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看。甲骨文云这边我也做了一些改动，我们选择9。好，这边呢我是追加了一个开启 root 身份，那我们选择一下如果你是密钥文件登录的话，那大家可以使用5这个功能，以后就不需要那个文件了，就直接用密码登录。root 身份设置一个密码，好，重复密码再输入一次。后来呢，你就要使用 root 身份来登录了。建站这边呢，同样的，我们像我们的苹果 CMS、独角兽卡，还有我们的 Newbin 这些，我都已经帮大家添加好了。还有我们这边的查看站点做了一些优化，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 LDNMP 的运行环境 Nginx 是目前的版本这边我都帮大家把版本号罗列了。好，这边我找到一台有站点的，那我这边呢会把站点的域名给大家罗列出来，包括你是不是有数据库也给大家罗列出来。看到了这些内容，如果我想对它操作呢，比方说我想删除它呢，我们这边选择34，下面就多了2个选项，对不对？一个是删除站点，一个是删除数据库，非常优雅，又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功能把它的域名先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站点先删了，按1删除站点，它让你输入域名，我们粘贴进来，回车，这个站点就没了。这个是包括你证书，还有 Nginx page， 还有你的目录全部删掉的，非常干净的。数据库同理数据库我们选择2 ，OK， 然后我们右键回车，我的数据库也被删掉了大概删除功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几个月你都没更新了，你这时候呢不需要任何的修改，你只需要35。让它重新的把这些容器全部删掉，重新帮你获取最新的版本的容器，全自动的所以这个是环境的更新。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边加了3个新的选项，基本上会稳定在13-14个选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看一下11里面呢会包含很多大家常用的一些建站面板，大家的选择是多样的我这边宝塔的安装，宝塔国际版最近流行的 One Panel Nginx Operate Manager 我们选择4，然后它会给你对应的一些介绍，这块是它的官网，我们可以点击进去我们可以来到它的官网看一下它这个是干什么用的。那这时候我们选择 Yes OK， 它会监测你当前有没有装 Docker， 如果装 Docker 的话，它直接就开始拉取镜像，然后给你部署了。我们这个都是 Docker 容器，所以部署起来是非常方便的。Nginx Operate Manager 就已经建好了，这边呢会直接帮你罗列你的访问地址。好，这样的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面板，对吧？那我们可以输入一下这个用户名，好，我们再输入一下这个密码，好，登录。那在这边呢，我们这个 Nginx Operate Manager 就已经装好了。好，这时候我们回来以后呢，你说你还想装这个 Alist， 那我们选择5，然后安装我们选择 Y， 确定安装。好，它就开始拉取镜像，就已经给你装好了，你就直接访问这个，非常方便，要比你自己手搭方便多了。好，我们这个也能访问了，这个是用户名，这个是密码，密码是随机生成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都是独一份的那你就可以填在对应位置去使用了。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乌班图的桌面大家也可以去用这种方式去安装。好，我们确定安装一下，设置一个登录密码，那它又去拉镜像。它其实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 Docker 嘛，所以我们就遵循 Docker 的这个运行方式。好了，这样的就已经装好了，我们访问一下这个。好，这时候让我们输入 root 密码，就是这个我已经帮大家打印出来了。好，点击登录。好了，那我们远程的乌班图桌面就已经装好了，这个桌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你的机器呢离国内比较近的话，那你这个运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这个系统呢是自带火狐的，其实都是比较方便一点的。那我们装好了以后，我发现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要了。那我们选择6，然后我们到容器里头去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装的这些容器都在这儿，对吧？那我们不要了，我们就一键把它们全删了。我们选择8，然后选择 Yes。好，就全部删掉了。全部删掉以后呢，如果你想在这里创建，大家可以发现这块有个1，你就可以输入你自己的Docker 命令。OK， 这个 QB 的，对吧？我们把它全部复制一下，就像这样的，回车。OK， 它就自己在我们这个 Docker 面板里头进行安装了，这个也是非常爽的装好以后呢，它这边就会显示它会占用的哪些端口号。OK， 那我们的 QB 服务就已经登录进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说我不想要它了，那我们选择4，然后右键进来回车。OK， 它就消失了。好，到4里头去看一下镜像现在有这么多镜像，现在还在这儿呢。那我们把所有的镜像全部删掉，选择4。好，删除所有镜像，确定。好了，这些镜像全部没了。分享到这儿以后，我们再看12是我自己研发的一个比较创新的功能12呢，其实借助着我们那个后台运行工作我给大家分配了5个后台运行区域。那我们随便选择一个2，它会提示我们现在没有安装没有安装环境。那我们先选择 A， 我们先把环境安装一下。好，环境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再选择2。第2个房间我们进去。那这个时候呢，相当于给你一个小空间，然后在这块呢，你可以挂一些任务。你哪怕 SSH 中断了它依然这个任务会在这边挂着。我想让它建站，对吧？10，然后安装一下建站环境1，回车，它就开始安装建站环境了，然后它就在后台进行安装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退出了。我们 Ctrl B。然后再加一个单独的加一个 D 就已经退出去了，它依然在里面自己在运行。那我们再运行一下2进去，再看一下它运行的情况。OK， 它还在这边在运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8，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个房间在运作。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 Worker 2它在运作。好，那不影响我们前台的一些操作我的工作区大家可以这样去使用。接下来的13呢，细节是比较多的，很多功能都是科技蓝自己开发的。然后第4个是装 Python 的最新版，如果你对 Python 环境有要求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是我集成了我们群里小伙伴他自己写的一个脚本，非常好用的一个脚本。我们选择4看一下。那首先呢，它会罗列你当前的一个版本，会告诉你官网最新的版本，问你是不是要安装，我们可以选择 Y， 然后让它帮我们自动化安装到最新版本我们的开放端口号我们选择5，它就会把端口号开放了。因为有一些面板呢，它会用不同的端口，那我们很多 VPS 呢，它是端口都是封闭的都是有防火墙的，所以我们这边呢把防火墙全部打开。好了，那我们再看这块呢，可以修改 SSH 的连接的一个端口号。我们看的6，回车。那我们发现我们当前端口是22它都帮你罗列出来了。那我们先想改成23 ，OK， 那我们回车一下，那它就会告诉你当前已经修改成23了。我们下回登录的话，你就得用23这个端口登录了。我还想再进去再改，我没改好，那我再摁6。然后进来，那么发现这块当前已经是23了，那我还是改回22吧，操作起来不会有障碍。当然，大家为了你的 VPS 安全，你可以去调整一个不好识破的端口号，可以是4位数，也可以是3位数、2位数都是可以的只要不超过65535都可以。好，我们再看一下7这个呢是优化的大家 VPS 的 DNS 解析地址。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我们使用谷歌 Cloudflare 这2家的，那我们的运行速度呢可能会快很多。罗列你当前的一个情况，那你是不是要用这2家的？那我们选择 Y， 它会给你分配 IPv4 和 IPv6 的。那我们这样的就已经设置好了。然后我们再回去看一下。7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刷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地址呢，只限于国外的机器国内的机器的话，不建议大家修改，就用你默认的就可以了。用这个的话，可能你国内机器就慢的要死了选择8，
它会提示你啊，需要安装系统，我们选择 Y。那我这边已经帮大家加上了啊，可以选择1和2， 2是无版图，1是大边。13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我们这个留言板，留言板是挺有意思的，它是会共享啊大家的一些聊天记录的。我们选择21回车。好，它先去会下载一个依赖。好，这时候呢，它就会把所有的内容罗列出来了啊。这个呢就是小伙伴的留言，包括我自己的留言啊，这个是非常神奇的功能啊，我也是非常激动啊，能做出这样的非常 nice 的。好，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感谢大佬的开发的脚本啊，加一个更新脚本的功能吧。那我得回复他一下，我们这个脚本是自动更新的，先输入一个昵称啊，我是这样回复的，回车。好，那他就写科技蓝说了，这个是自动更新的啊，不需要。好，那我们回车一下。那我们再进去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更新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1。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刚才给他已经留言了，类似于一个留言板啊，可以把你们想要修改的功能，或者说想要加的功能，都可以在这边跟科技蓝进行一个分享。这个是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功能。这个脚本呢，已经慢慢的越发变得完善，变得可靠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这个脚本，未来的话还会有更新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